被废弃的储君还能高调回归吗？有消息传，胡春华或接任中共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近日发布的暗示，似乎也从侧面佐证团派抬头、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朗。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我是王真。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用亢奋的语言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报道多处谈到中共中层组织共青团，还暗示共青团要做好接班工作。文章也刊登在了党内期刊《求是》上。对于中共这番操作，解读应该是明确的：团派回来了。纵观中共现状，习近平的人马接连出示落马，习近平本人出访和在国内的考察，都表现出了一副虚位元首、不具实权的样子。如今在幕后掌控中共实权的是团派元老胡锦涛、胡德平，另两位李瑞环和温家宝也是亲团派的人物。更令人关注的是，在20大上被习近平整蛊废弃的储君胡春华却在崭露头角，近期再度活跃，访问安徽并外访非洲多国，只是党媒没大张旗鼓报道而已。同时，随着另一位与团派相关的重要人物施泰峰突然以火箭模式完成仕途3跳级，接任中组部长，出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和出任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也从人事布局上证实团派在走向春风得意。此外，其他团派人物，政协副主席沈月月、人大副委员长王东明，以及早期入常热门人物陆浩，最近也都开始活跃。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推测，胡春华上位的可能性极大。在政治老人的力挺下，胡春华或将担任一把手并兼任军委主席。估计这一消息应该不是假消息，可能正在运作当中。胡春华顶替习近平的来势不可阻挡。5月4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了习近平给新疆务边支教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一封回信，释放了让年轻人到所谓最需要的地方贡献青春的明确信号，这引发了众多网民直言回怼。习近平在信中用所谓理想信念、国家情怀、奋斗精神和现代化建设的高调，表达了他的这个主张。在恰逢所谓5·4青年节之时，官媒做如此发表，可以说毫不掩饰地释放一种回归文革时期中共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无业可就的年轻人都轰到乡下去，缓解中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当时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但这场浩劫给个人和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如今中共借5·4还想用旧招数掩盖新阴谋，还管用吗？但是反过来说，却极大说明了中共如今的危机程度，内斗空前激烈，党内派系、军队系统、司法、金融系统整肃，加上经济萧条和外部高压，恐怕比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更险恶。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远不是文革时那么听党的话了。对中共的这番操作，网友直言回怼道：翻译一下，城里没活干了，要留给少爷小姐们，就业岗位不够了，又要当知青了。现在信息时代，这套还管用吗？有的则更具幽默，到英村、奥村、美村和家村接受贫下白农再教育。德国折扣超市奥乐奇在中国无锡和苏州的2家门店，5一假期时被洗劫一空，
人潮提前涌入，3万人抢空货架。9.9元的瑞士卷37分钟售罄，牛肉每分钟售出23包。被戏称穷鬼超市的奥乐奇，以低货价的销售策略攻破了高物价困局，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很符合胃口。现已扩展超过60家门店。苏州首家门店4月19号开业，当天就限流断货了。五一假期更是连日挤爆，民众凌晨提前排队，进店后如风扫残云，货架即刻空空，这充分折射了百姓的生活压力。5月1号消息，前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李博被中国清华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有意思的是，这次李博被聘，他并非是第一次与中国大学打交道。美国司法部2021年指控他对当局隐瞒参与中共引进海外高级人才的千人计划，与中方签订3年的合约，在武汉理工大学接受校方每月约5万美元的薪水，并享受15万美元的生活费。陪审团裁定李博犯有税务罪，并对他在武汉的工作向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2023年4月，李博被判处罚2年保释监督和罚款，前6个月被软禁在家中。这样一个污点教授，为何成了中共盯上的香饽饽呢？是中共盯上了他的纳米背景吗？在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纽约时代广场，海外中国民主党5月3号晚间举行了抗议中共暴政、声援国内异议人士的茉莉花活动。他们高喊着“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国属于人民，自由属于人民，自由万岁，自由必胜”。社稷苍生念，拳拳赤子心。今年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成立大会上，党主席王军涛说：“我们不是漂泊者，而是播种者；我们不是逃避者，而是建设者。走向自由是我们的信念，互动成长是我们的方式，推动中国转型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